中国机车赢了，中国汽车也赢了。就在5月10日，意大利米萨诺赛道，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的时刻悄然发生。2026赛季 TCR 世界巡回赛揭幕战，中国车手马清华驾驶着中国吉利星瑞 TCR 赛车首战即夺冠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TCR 世界巡回赛的含金量。这么说吧，它和 F1 方程式、WRC 拉力赛并称为全球3大顶级汽车赛事，是世界顶级的房车赛。赛场上汇聚的都是统治赛道几十年的老牌强队，现代、本田、奥迪，每一个都是行业巨头。每一支车队都有着深厚的赛事底蕴和技术积累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这个赛道从来都是欧美日韩车企的主场，中国品牌想要涉足难如登天。2010年以前，中国车队甚至连参赛的资格都很难拿到，想要站上这样的顶级赛道，只能高价引入外国品牌的二手赛车，因为我们自己的汽车工业技术跟不上，连赛事的门槛都摸不到。哪怕到了2026年，吉利带着全新车队、全新赛车参赛的时候，依然遭到了西方媒体的冷嘲热讽。他们直言，中国车队就是来凑数的，注定只能给欧美日韩车队当背景板。他们笃定，中国汽车工业的底子撑不起一场顶级赛事的较量，更不可能站上领奖台。可他们不知道，中国的汽车人从来都不怕质疑，从来都善于在绝境中创造奇迹。这一次，吉利没有辜负所有期待，马清华也没有，他们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，狠狠打了所有质疑者的脸。回顾这场比赛的每一个瞬间，都让人揪心又感动。这场揭幕战的第2回合，马清华从第3位发车，起点并不占优，身前是实力强劲的现代、奥迪车队车手，身后还有紧追不舍的对手。赛道全长 4.2 公里，一共16个弯道，每一个弯道都是对车手技术和赛车性能的极致考验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。比赛一开始，马清华就展现出了极强的竞争力，稳步推进，不断寻找超越的机会。第6圈，在难度极高的10号弯，他抓住对手的一个细微失误，果断完成关键超越，一举冲到首位。从那以后，考验才真正开始。身后的对手疯狂追击，整整7圈，每一圈都在想方设法反超，而马清华凭借着精湛的驾驶技术，死死守住领先位置。哪怕对手多次逼近，他也始终没有给对方任何可乘之机。冲线的那一刻，全场沸腾。马清华驾驶着吉利星瑞 TCR 赛车，以领先不到1秒的优势夺得冠军。千万别小看这不到1秒的差距，在毫秒必争的赛车领域，这已经是相当大的领先优势，更是中国车手和中国赛车用实力拼来的荣耀。消息传到海外围场，彻底炸了。意大利车迷不敢置信地说：“吉利第1场就赢了，我还以为是奥迪。”中国制造这次是认真的。英国工程师感慨，全程零故障，在严格的性能平衡规则下还能这么稳。以前我们笑中国车跑不完比赛，现在人家比我们还稳。还有网友补了一句：2个轮子赢了，4个轮子也赢了。中国人不是在押宝一场比赛，是在铺一整条赛道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除了马清华的硬实力，更离不开吉利星瑞 TCR 赛车的强大支撑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马清华驾驶的这台赛车并非专门为赛事量身打造的特种车，而是基于吉利星瑞量产车型深度改装而来。这也是 TCR 赛事的核心规则，参赛车辆必须在量产车型上进行改装。而且改装造价被严格限制在13万欧元以内，发动机排量与马力也有明确规定。这就意味着这场比赛比的不是谁更有钱，谁的改装更豪华，而是谁的工业底子更扎实，谁家的技术更可靠。吉利星瑞 TCR 赛车搭载 2.0T 发动机，在赛事严格的性能平衡规则下，依然能稳定输出350马力、420牛米的动力。这份实力足以碾压众多老牌强队。当然，为了这场比赛，吉利也做了充足的准备。这台赛车在正式走上赛场前，经历了 1.2万公里的极限赛道测试，全程由中国工程师团队负责，制动、性能、变速箱控制、底盘调教、空气动力学设计等一系列核心环节，全部采用国产技术，没有一丝外援。
正赛期间，当其他车队的赛车频频出现故障，进入维修区修车时，吉利星瑞 TCR 赛车一路全速推进，用稳定的表现诠释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实力。当吉利在 TCR 赛道上圆梦夺冠，另一个让所有中国人为之自豪的消息也随之传来，比亚迪要进军 F1 了。关于比亚迪进军 F1 的传言其实已经流传了很久，但一直没有官方实锤。直到2026年4月北京车展，比亚迪高管公开确认了这个消息，才彻底打破了所有的猜测。他明确表示，比亚迪正在针对 F1 入局展开深度洽谈，而且早就和 F1 总裁完成了高层会面。官方给到的评价直白又乐观，这是可行。往前追溯，早在2026年3月上海 F1 大奖赛期间，比亚迪就已经和 F1 官方悄悄碰头，敲定了初步的合作方向。也就是说，比亚迪进军 F1 并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经过了长期的规划和筹备，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坚定。五星体育援引彭博社消息也证实，比亚迪正在探索进军 F1 的可能性，相关规划已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。目前，比亚迪手握2套明确的入局方案，要么从零开始，自建一支全新的 F1 车队，组建专属的技术团队，建设专属工厂，全程自主研发赛车；要么直接收购现成的 F1 车队，快速切入赛场，降低入局难度。有外媒透露，鳌派车队被视为比亚迪潜在的收购目标之一。该车队投资方 Ultra Capital 握有的股份将于今年9月迎来可出售期，为比亚迪收购提供了可能。一旦成功落地，比亚迪将成为 F1 史上第一家中国车企，直接补上中国品牌在顶级方程式赛事里的空白，让中国汽车真正站上世界顶流赛车舞台，和欧美老牌车企同台竞技。很多人不明白，比亚迪为什么偏偏选择在2026年进军 F1？ 其实答案很简单，2026年 F1 的规则大改，简直就是为比亚迪量身定制的入场门票。新规的核心改动有3点：第一，混动权重飙升，赛车电能占比拉高至50%，不再比拼大排量燃油发动机，这就意味着欧美老牌车企多年积累的发动机技术壁垒被直接稀释，新能源车企终于有了发力的空间。第二，动能回收系统大升级，回收电机功率从120千瓦暴涨到350千瓦，而电机、电控本来就是比亚迪的拿手绝活。深耕新能源领域多年，比亚迪手握刀片电池、成熟混动技术、自研高效电机，在3电系统上的技术积累早已达到全球顶尖水平。适配 F1 的新规难度极低，对比传统燃油车企，比亚迪上手就能抢占先发优势。第三，燃料全面革新。F1 赛事强制使用100%可持续合成燃料，严控碳排放，这刚好紧跟全球碳中和的风口。而比亚迪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新能源技术的研发，在环保、低碳领域的布局与 F1 的新规不谋而合。除了新规的红利，比亚迪自身的实力也为其进军 F1 提供了充足的底气，让其加入 F1 的可能性大大提升。首先，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领军企业，比亚迪的3电技术、电池技术、整车调教技术都经过了市场的长期检验，而 F1 赛场本质上就是技术的试炼场，比亚迪的技术实力足以应对赛场的各种考验。其次，比亚迪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资金实力。众所周知 ，F1 赛事的投入巨大，研发赛车、组建车队，每赛季耗资高达5亿美元，还需要数年的谈判和筹备，普通车企根本无力承担。而比亚迪作为全球销量领先的新能源车企，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，能够支撑起 F1 赛事的长期投入。同时，庞大的研发团队也能快速适配 F1 的技术要求，研发出符合赛事标准的赛车。再者，比亚迪的全球化布局也需要 F1 这样的顶级赛事作为背书。目前，比亚迪在海外市场的销量一路暴涨，但很多老外对比亚迪的印象还停留在性价比代步车的层面，高端认可度不足。而 F1 是全球顶流赛事，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每年有超过10亿人围观，是汽车行业最硬核的镀金舞台。比亚迪站上 F1 赛场，不仅能向全世界秀出自己的技术硬实力，彻底撕掉廉价标签，推动旗下高端车型出海，还能借助赛事的曝光，快速对接海外经销商和产业链合作方，打通欧美主流汽车市场的渠道，避开部分地区的贸易偏见和舆论壁垒，进一步扩大全球化版图。
所以小编觉得，比亚迪进军 F1 绝不是单纯烧钱玩赛车，而是一盘超大的全球化棋局，是中国汽车工业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。从吉利在 TCR 赛道打破垄断，到比亚迪冲击 F1 赛场，中国汽车正在2条赛道上同时爆发，一步步打破欧美车企的垄断，牢牢攥住属于中国品牌的话语权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